講起一個地方嘅老字號酒樓呢，係當地嘅文化遺產嚟嘅。歷史悠久嘅廣州城，到依家仲喺度經營嘅老字號酒樓已經所剩無幾噶啦。所謂嘅老字號呢，最起碼都要有一定嘅歷史年份啦，先至可以稱得上係老字號嘅。嗰啲得嗰30-40年嘅就唔喺呢條片嘅討論範圍之內噶啦。廣州現存歷史最古老嘅酒樓呢，應該就係龍津東路嘅榮華樓噶啦。榮華樓1876年，即係清朝光緒2年創立，早期係間餅家，1936年就改建。佢啲中秋月餅就出晒名噶啦，後嚟仲喺香港開分店嘅。日本侵華嘅時候，大老闆就全家着晒草，遷移去晒外國，呢啲店鋪咧就交晒俾其他股東打理。1956年就充公，收歸國有。90年代啊，跟住潮流啊，做埋海鮮酒樓。榮華樓嘅特色咧就係有粵劇廳，一邊食飯就一邊聽粵劇。不過由於榮華樓身處嘅龍津東路區域呢，消費力就比較弱，停車場又少，又唔係旅遊區，所以榮華樓呢就只能走低價路線，做街坊生意為主，出品就普普通通啦，裝修環境都唔係咁靚嘅，梗係比陶陶居啊、半溪酒家嗰啲差好遠啦。陶陶居係1880年，即係清朝光緒6年，由一個叫黃澄波嘅人創立嘅。陶陶居呢個地方呢，前身係一位西關大戶人家嘅書院嚟嘅，原名葡萄居，本身就係經營飲茶同埋食啲精品點心嘅。後嚟由一位廣東嘅富商譚傑南，另外有一個說法就係陳伯爾買咗落嚟，改名為陶陶居。牌匾上邊陶陶居3個字呢，係康有為嘅手筆。你知啦，有名人題字，個朵啊即刻響晒噶啦。嗰陣時巴金啊、魯迅啊、粵劇藝人薛覺先啊、白駒榮啊，都有去陶陶居幫襯過嘅。1949年新中國成立就充咗公，變成國企。之後呢，就一直都麻麻地嘅，啲服務又差。跟住去到2000年，陶陶居俾香港幸福樓海鮮酒家飲食集團收購，並且全權管理。2019年呢，就俾廣州酒家買咗，重新設計大裝修，就變成依家咁嘅樣啦。咁啊，環境就變到好靚噶啦，古色古香。咁啊，出品就唔使講嘢噶啦，一流水準啊。不過喺依家嘅經濟環境嚟講呢，佢嘅消費都算幾貴噶啦。佢啲點心就好少預製菜噶啦，大部分都係傳統嘅現做現煮嘅。飲早茶人均消費就80蚊到啦，晚飯就人均就100蚊啦。普通座位啫，仲要係普普通通嘅家常菜咋，包廂啊或者房間啊更加貴啊。咁啊，講起老字號啊，點少得廣州上下九嘅蓮香樓呢？蓮香樓嘅前身呢，就係一間西關嘅婚禮餅鋪，創立時間就唔知啦。喺1889年，即係清朝光緒嘅15年，就改名為蓮香樓。佢嘅特色呢，就係用蓮蓉做酥餅嘅餡料，後嚟慢慢就變成廣式月餅嘅標準餡料啦，被譽為蓮蓉第一家。去到1910年，即係宣統2年。一位名叫陳如岳嘅翰林學士，佢品嘗過蓮香樓嘅食品之後就覺得好正，然後為蓮香樓親筆題字，喺個蓮字上面呢，就加咗個草花頭。現時廣州蓮香樓嘅牌匾上面蓮香樓3個字呢，就係當年呢個陳如岳嘅手筆。廣州蓮香樓早期呢，只係做早茶嘅啫，後嚟越嚟越興旺呢，就做埋晚市，成為真正嘅酒樓啦。蓮香樓喺1984年裝修嘅時候呢，有個伙計意外咁喺財務室一個生鏽嘅鐵櫃裏邊發現咗一本布滿灰塵嘅股東簿，上面記載住1910年入股嘅時候每一位股東嘅姓名同埋入股嘅數量。當時茶樓入股數達414股，
總共嘅投資額係12,420兩白銀。上面記錄顯示，當年嘅蓮香樓生意非常好，分紅豐厚。1918年，香港有商人嚟到廣州呢，就請求喺香港開分店。當時廣州總店呢，就派咗啲師傅前往香港擔任高層執事啊。所以香港嘅蓮香樓呢，同廣州嘅蓮香樓呢，喺歷史上係有關係嘅。香港嘅蓮香樓呢，係1927年喺皇后大道中開業，1980年呢，就搬咗去威靈頓街衿江酒家舊址。去到第三代傳人嘅蓮香樓呢，就喺1996年搬到威靈頓街160號，直到1949年之後啊，香港嘅蓮香樓呢，就每年都派人到廣州一德路嘅辦事處派發分紅俾各位股東嘅。咁後嚟廣州蓮香樓呢，就被充公之後呢，香港同廣州嘅蓮香樓呢，就冇晒聯繫啦，正式分家。咁香港嘅蓮香樓就複雜咯。由顏氏家族經營，經歷過6國大封商。2019年呢，就轉過手，名都改埋，叫做蓮香茶室啊。咁後嚟又變翻蓮香樓。去到2022年，因為 Covid-19 呢，就導致經營唔落去啦，結咗業。好在就喺2024年呢，就重新開翻，不過老細就換晒噶啦。勝在蓮香樓呢個品牌呢，仲保住咯。東山區東華東路嘅雲香酒樓創立於1904年啊，清朝光緒30年，由吉祥堂鄭雲卓牽頭，8個人合股，集資5000兩銀作為開業資本。嗰陣時叫做雲香茶樓嘅，當時生意好好噶，個朵好響噶，西有蓮香就東有雲香。好啦，去到1956年就充公收歸國有。去到90年代嘅時候呢，都做得還可以嘅，但係去到2015年呢，就差啦，仲要停埋業添。咁最近呢，就俾民企承包咗，已經重新開翻業噶啦，恢復經營。雲香樓嘅傳統名菜雲香雞冰花蛋散仍然保留喺個菜譜入邊。咁呢啲老字號呢，佢嘅名號呢，就無人不識噶啦。啲陀地好中意嚟呢啲老字號茶樓呢，就飲茶食飯嘅。佢有個情懷喺度啊，只要你出品唔係太差呢，佢都可以保持好旺嘅。況且新開張嘅雲香樓呢，出品一啲都唔差嘅。廣州酒家1937年創立，當時英記茶莊嘅老細陳星海先生就睇啱咗文昌路同埋上下九交界嘅洪聖廟舊地啊。咁就喺度開酒樓，當時個名叫做西南大酒家，重金禮聘南國廚王鐘權同埋當時點心界嘅4大天王中嘅禤東陵、李應、歐標掌廚，吸引咗唔少名門望族去幫襯嘅。佢嘅位置正西關地嘅中心，相當於依家紐約嘅唐人街咁上下噶啦。當時嘅廣州商會會長周殿邦啊，特意訂造咗廣州第一家嘅牌匾相贈。咁去到1938年，日軍攻陷廣州，酒家就毀於戰火當中。1939年，創始人陳星海就發起集資，連同廣州第2代茶樓王之稱嘅譚澄波、建築商駱恒川等人合股集得54000蚊，對酒家進行重建復業。並且改名為廣州大酒家，名將蔡廷佳更為廣州大酒家題字飲和食得。新中國成立之後，1956年就被收歸國有，成為國企。改革開放之後，1983年廣州酒家引進香港經營模式，進行全面革新，生意隨即蒸蒸日上。2023年，廣州酒家啟動世紀大工程嘅超級大改造。將原有嘅建築全部拆到一乾二淨，重新建造。依家準備完工噶啦，遲啲就會復業。泮溪酒家地址喺龍津西路，位置得天獨厚，黐住荔灣湖公園個湖。呢個地方係南漢時期劉廠嘅御花園昌華苑故地。泮溪酒家呢係1947年
由泮塘村人李文麟、李星亨父子創辦。泮溪酒家呢個名呢，係由當時中山大學嘅一位教授起名嘅。當時只係好小型嘅粵菜餐廳嘅啫，得嗰200幾個座位啫嘛。菜式主要係泮塘五秀為原料嘅菜式同埋點心。咁啊，1949年後就變為國企啊，梗噶啦。去到1958年呢，就由政府投資擴建，佔地1.2萬平方米，有迎賓樓、萬壽宮、碧波廳等40個廳。90年代後期經營逐漸走下坡，做到好差嘅。嗰啲國企服務員態度又惡劣，廚房出餐又慢，出品啊更加完全唔掂啊！有幾唔掂呢？我啊最記得噶啦，點咗隻園林香翼雞，泮溪酒家特有嘅名菜啊！嗰陣時識整呢個菜嘅師傅已經唔喺度噶啦，佢哋啊隨便到呢，攞隻白切雞打個芡啊捧上嚟噶啦，南乳蔥酥。我老豆細個嗰陣啊，時不時就去泮溪酒家食飯噶啦，所以一食就食得出嚟噶啦。咁去到2006年呢，就俾香港四洲集團收購，重新裝修，全新嘅管理模式。當時嘅出品同埋服務質素呢，都全面提升到一流水準啊！咁啊，當然消費亦都大幅提升啦。飲個早茶都人均消費100蚊噶，食個晚飯啊，人均150蚊啦。普普通通嘅大廳座位啫噃，仲要係普通嘅家常菜啊！咁啊，呢啲咁嘅老字號呢，你去飲茶嘅話，預製菜就唔係話完全冇，相對嚟講少好多咯。嗰啲叉燒包啊、糯米雞啊嗰啲就未一定係現場做，其他嗰啲基本都係現場現做現煮噶啦。晚飯啊唔使諗噶啦，全部都新鮮製作噶啦。咁啊，價格梗係貴啲噶啦。想平咪去食嗰啲抖音團購套餐咯，100零蚊4-5個餸，仲要包埋茶位嗰隻。咁啊唔好攞嗰啲嚟對比啦，不是一個級數嘅。以上講述嘅呢幾間老字號酒樓呢，我個人最中意嘅梗係泮溪酒家啦。佢個環境啊真係好靚，園林風格，小橋流水，最入邊篤篤嗰啲房啊，喺正個湖邊，落地玻璃，好舒服嘅。嗰啲台呢擺放得好稀疏嘅，入得去消費嗰啲呢都唔係啲高聲喧嘩嘅人噶啦，可以好安靜咁喺度傾偈嘅，一坐低你簡直都唔想走噶啦。呢樣嘢啊真係其他茶樓冇得比嘅，出品就唔使講嘢噶啦，一級水準啊！淨係嗰碟燒肉啊，佢唔係成隻豬燒嘅，佢係揀選嗰啲好嫩嘅細豬，最靚嗰嚿五花腩，單獨攞去燒嘅，哇，好新鮮噶！嗰啲皮又脆，嗰啲瘦肉部分呢好嫩滑嘅，嗰啲脂肪啊燒到透晒，唔會鞋口嘅。你喺出邊嗰啲街市燒臘檔呢係買唔到嘅。咁啊，呢啲老字號嘅酒樓呢，佢哋承載嘅係傳統嘅廣府文化，唔係嗰啲永慶坊可以相比嘅。咁啊，希望一直就可以傳承落去啦。咁啊，唔好好似香港嘅珍寶海鮮舫咁啦，真係可惜啊！香港嘅珍寶海鮮舫啊，1920年創立，雖然佢嘅歷史呢就唔夠陶陶居啊、蓮香樓嗰啲長。但係珍寶海鮮舫發生過嘅故事同埋接待過嘅名人就精彩得多咯，唔係一個級數嘅。唔好話喺嗰度取景拍過嘅電影啊，就連遊戲啊《餓狼傳說2》《生化危機6》都有喺珍寶海鮮舫取景嘅。咁你話佢嘅知名度有幾高啊？所以當我睇到珍寶海鮮舫沉沒嘅新聞啊，真係有種莫名嘅失落感嘅。冇啦，香港文化要消亡啦。咁啊，希望若干年後經濟有機會恢復到昔日繁華嘅話呢，可能會有人重做一隻珍寶海鮮舫嘅。我希望有生之年可以睇到啦。OK，今日分享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條片見啦，拜拜。